今年哪台游戏本耍猴最严重？联想拯救者 R9000K 啊，R7配上3060，首发价9999元。讲道理啊，这台电脑性价比其实挺低的。结果现在多少钱？13000啊！3070版已经18000了呀，3080顶配版已经22000了呀。就这还是全款预约价，和隔壁台式机一样，这已经不是离谱了，这是疯了呀！但讲真啊，越缺货我就越好奇啊，这台 R9000K 究竟有什么魅力，让联想拯救者能够卖出比 ROG 还贵的价格，直逼外星人和雷蛇呢？前段时间我从黄牛手里加价买了一台全新原封的联想拯救者 R9000K， 今天咱们就来搞清楚这个 R9000K 的实测表现到底如何。我们先从配置开始聊起，由于 R9000K 的高配版缺货太严重，我只能买到一台比较基础的版本了。它的 CPU 是 AMD 的 R7580H， 8核心16线程，显卡是 RTX 3060 Laptop， 基础功耗115瓦，支持15瓦的动态增强，最大功耗130瓦。内存为2根 8GB DDR4 3200兆赫兹组成的双通道双面颗粒，固态硬盘是 1TB 的三星 PM981A， 屏幕是一块16英寸16:10比例2560×1600分辨率100% sRGB 色域165赫兹刷新率的电竞屏，支持10比特色深，自带出厂校色。下面来看看外观。R9000K 相比于其他拯救者的机型，在外观上最大的升级就是 RGB。这台电脑给键盘、侧边、出风口以及 Legend logo 都加上了 RGB。除了可以单键单灯控制以外，它还提供了20种自动预设和5种自定义灯效，光污染效果拉满。当然了，如果你比较喜欢低调，那把 RGB 换成白光或者关掉，它就变成一台沉稳风格的笔记本了。R9000K 的整体外形和 R7000P 比较类似，只不过呢，在细节上做得更加精致。比如说尾部的长度进行了缩短，机身材质从塑料换成了全金属，转轴和触控板的手感也更加顺滑了。键盘采用了和机身一致的银灰色。不过，可能是由于 RGB 占据了一定空间，它的键程和手感比 R7000P 和 R9000P 都要差一些。地面改成了和小新系列一样的长条状进风孔，从这里你还能看到内部风扇上的 Y 字 logo。整机重量2.49千克，厚度20.7到23.6毫米，如果计算平轴则是24.6毫米，比另外2款拯救者要薄一点。但是如果对比去年的 Y9000K 2020，那它的厚度和重量都增加了不少，和轻薄基本上没什么关系了。接口方面，它搭载了3个 USB-C、3个 USB-A， 还有 RJ45 网口、HDMI 和3.5毫米的耳麦接口，看起来挺多的是吧？但是呢，它所有的 USB-A 口都在机身的后侧，要插设备时还要把机身转过来，实在是不太方便。总的来说 ，R9000K 的外观还是延续了拯救者系列的风格，但是呢，在体积重量上让我不太满意。上一代的 Y9000K 厚度不到20毫米，上手就是那种高端轻薄游戏本的感觉。而这一代的 R9000K 大幅增加了机身重量和厚度，和 R9000P 这种厚重型的游戏本没有很明显的区分了。接下来我们把它拆开，看一下内部的构造有什么变化。这台电脑的拆机不难啊，卸下底面的所有螺丝即可揭开后盖。可以看到机身的灯条是连接在 C 壳上的，拆卸的时候需要注意。R9000K 和其他的机型最大的区别就是采用了大面积的 VC 均热板进行散热，除了 CPU 和 GPU 以外，供电和显存部分也进行了覆盖。与常见的热管相比 ，VC 均热板的导热面积更大，传热效率更高。更重要的是，它可以做到比较薄，减少机身厚度。这块均热板实测下来，厚度在2.35毫米左右。R9000K 在能比 R9000P 更薄的机身里压入最高165瓦的3080显卡 ，VC 均热板功不可没。两侧的风扇都是10伏0.5安的规格，上面还有拯救者的 Y 字 logo。中间的金属屏蔽罩下是2根 DDR4 3200兆赫兹的内存，双面颗粒，跑分看图。右侧的散热片下隐藏的是 AX200 无线网卡和三星的 PM981A 固态，实测跑分如图所示，都是性能第一梯队的固态，我就不多说了。机器还有一个预留的 M.2 接口，拆下左侧的散热片即可看到，支持 PCIe 3.0/4速率，提供2280和2242两种孔位，如果需要的话可以自行加装。最下面是电池，容量80瓦时，实测 PCMark 时现代办公的续航成绩为6小时10分钟。机身内部的元件都进行了黑化处理，看上去很工整。看完了拆机，我们用实测来看看这套散热的实际表现。室温25摄氏度，把机器切换到野兽模式，使用 Stress FPU 单烤 ，CPU 的温度维持在93.8度，功耗76瓦，频率3.9G 赫兹。此时限制功耗继续提升的是 TDC 电流墙。单烤显卡 RTX 3060的温度稳定在71度，触发了15瓦的动态增强，功耗为130瓦，频率1897兆赫兹。
双烤 CPU 的温度维持在88度，功耗50瓦，频率3.4G 赫兹；显卡温度74度，功耗115瓦，频率1882兆赫兹。从这些测试结果可以看到 ，R9000K 的核心散热不错 ，CPU 和显卡都能得到不错的发挥，温度也比较低。表现更好的是表面温度，键帽最高温度为42度，整个键盘没有很热的地方，隔热效果比较好。但是呢 ，R9000K 在噪音的控制上就比较差了，它的满载人为分贝值为55分贝，在游戏本中算是偏高的水平，不戴耳机的话会有点吵。整体来看 ，R9000K 的散热效果不错。我们拿出 R9000P 和去年的 Y9000K 数据进行对比，可以发现 R9000K 在机身更薄的情况下，核心温度比 R9000P 还要低一些，这是 VC 均热版的功劳。而对比同样采用均热版的 Y9000K 2020，它的散热能力和体积重量都增加了不少，说明即使是 VC 均热版也有它的上限。在目前的技术下，想要实现较好的性能释放，24毫米的厚度和2.5千克的重量仍然是必不可少的。下面进入性能测试环节，这台电脑的配置和我们之前测试过的3060版 R9000P 一致，性能也差不多。CPU 部分，它的 Cinebench R20循环测试成绩在5000分左右波动，几乎拉成了一条直线。从跑分时的监控可以看到，R75800H 的功耗一直维持在78瓦左右，频率3.9G 赫兹。与 R7000P 和 R9000P 一样 ，CPU 都是受到了58安的 TDC 电流强限制，所以说分数都很接近。要想突破这个限制，要么继续强化散热，让 CPU 在更低的温度下跑到更高的频率，要么换用体质更好而且支持超频的 R9，再改进一下供电，放开电流墙的限制。不过呢，这两种方法都要增加不少成本，而9000K 现在这个表现已经很不错了。显卡部分，130瓦的 RTX 3060大家也比较熟悉了。开启独显直连后，默认状态下 FSE 的图形分为10331分 ，Time Spy 为8929分，校视 1080P 为5336分，表现正常。开启显卡超频后，还能再提升4%左右，接近一些功耗较低的 RTX 3070。而在实际游戏的测试中，这台电脑的表现和我们之前测试的 R9000P 一样，应付 1080P 的游戏足够。但是呢，在原生 2K 分辨率下有点力不从心。想要流畅体验单机大作的话，要么降低一些阴影、环境光遮蔽、体积云这种感知不强的特效，要么直接加钱上3070和3080的版本。当然了 ，RTX 3060运行主流网游还是没问题的。原生分辨率下 ，Dota 2平均174.8帧 ，CS:GO 382.8帧，都很流畅。接下来再来看看生产力环节的测试。R9000K 取得了 PS918、AE973、PR688 的成绩，4K 视频导出的时间则为11分钟50秒。这些分数和3060版本的 R9000P 基本一致，都是游戏本中第一梯队的水平。而在 SpecView 2020中，由于这些工业软件都比较吃显卡性能，R9000K 在某些项目上的成绩要比搭载3070的机型低一些。总的来说，这台低配版的 R9000K 在性能上符合预期，基本上能做到让 R75800H 和3060满血发挥的水平。去年的 Y9000K 为了追求轻薄，旗舰机也只能用90瓦的 RTX 2080 Super Max Q， 性能要打一些折扣。而今年的 R9000K 从3060到3080给的都是满功耗显卡，性能上和那些厚重的游戏本是一致的。对于笔记本来说，便携和性能往往是不可兼得的。今年的 R9000K 在设计上还是偏向性能多一些。好了，最后按照惯例测试一下屏幕。R9000K 的屏幕面板型号和 R9000P 是一样的，都是16:10比例 2K 165赫兹的高素质电竞屏。它的实测色域容积为106.8%的 sRGB， 色域覆盖99.2%的 sRGB。色准方面，这台电脑搭载了爱色丽的色彩管理软件，选择 sRGB 模式后会自动加载一个配置文件。此模式下，平均delta E为 1.09， 最大delta E为 2.23， 最大亮度约为557尼特，表现不错。屏幕为全亮度 DC 调光，实测黑白响应时间为 8.2 毫秒，灰阶响应时间为 12.4 毫秒，都是很好的水平。在联想电脑管家里还有一个 Overdrive 模式，开启之后灰阶响应时间会缩短到 6.9 毫秒，但是上行信号会出现 16.4% 的过充，引起一定的鬼影现象，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设置。好了，在看完了配置、外观、拆解、散热、性能、屏幕之后，相信你对这台电脑有了一定的了解。我们照例总结了3条优缺点供大家参考。先说优点。第一，屏幕素质较高，高端游戏本采用 2K 分辨率加165赫兹刷新率的电竞屏是未来的大趋势。而且日者 R9000K 在这个基础上还支持16:10比例，色彩管理和10比特色深，可以说是走在业界的前列。第二，机身灯效极度炫酷，你看看这光，简直比 ROG 还骚气。别的游戏本买电脑送外设，R9000K 买电脑送夜店蹦迪啊！对于喜欢 RGB 的朋友来说，这台电脑的灯效还是很有特色的。第三，支持100瓦的 PD 充电，且原装充电器充电较快。
这台电脑的原装适配器功率有300瓦，充电速度很快，同时支持霹雳充电，也能让它在旅行时重量减轻不少。2种方案可以自由选择。聊完了优点，自然也要说一下缺点。第一，左右两侧只有 USB-C 口，使用不方便。这台电脑的接口数量不少，但是基本都放在了机身后侧，平时想插个鼠标 U 盘什么的，都要把机身转过来或者站起来去插，一点都不人性化。第二，原装300瓦的适配器便携性很差。这个300瓦的大板砖充电很快，但是呢，重量已经超过了1公斤，而且呢，这么大功率对于 R7 加3060这个配置来说，溢出也有点多啊。其实230瓦左右的功率应该能够应付这个配置，没必要让低配版的用户也跟着健身嘛。第三，缺货涨价现象非常严重。虽然大家都在说 R7000P 和 R9000P 是虚空神机，但是蹲点抢还是有概率能抢到的。但是呢 ，R9000K 就不一样了，不仅你抢不到，黄牛都抢不到。原价15999元的顶配被炒到了21999元，太过分了。总的来说 ，R9000K 是一款追求性能的旗舰级游戏本，它在各个方面都做到了比较优秀的水平，可以说是比 R9000P 更进一步的产品。但是它的问题就在于出货量实在是太少。我测试这台3060的版本，性能有点不够旗舰，价格也比较高，不是很推荐购买。而3070和3080的高配版现在溢价又过于夸张了。另外，今年的 R9000K 在厚度和重量上都比去年增加了不少，对于看重便携性的人来说，应该会比较失望。我的建议是，如果你确实对外观、做工这些细节比较看重，而且购机预算很充裕，那可以考虑一下高配版本，或者试着抢一下后面 Y9000K 2021的首发。但是呢，如果你只是想要一台性价比比较强的电脑来工作、学习、打游戏，那还是 R9000P 的性价比更高。其实不只是今年，一直以来 9000K 这条产品线的定位和出货量都比较尴尬。2019年的 Y9000K 用的还是17.3英寸的大屏，结果没什么人买账啊，销量呢也不好看。去年的 Y9000K 2020是一台搭载了 Max-Q 独显的轻薄游戏本，配置很均衡，值得推荐。结果呢，从上市起就一直缺货，买不到。今年的 R9000K 2021又改成了性能路线，顶配可以上标准功耗的 RTX 3080显卡，但是呢，由于体积重量增加，两个低配版又和 R9000P 撞车了。可以看出，近2年联想虽然在主流价位的产品上赢得了不错的口碑，但是在9000K 这种高端乃至旗舰机型上，似乎还没有确定好方向。其实，在我看来，像 Y9000K 2020那种轻薄型游戏本，也许是一个更适合的思路。毕竟 R9000P 已经把性能做得很强了，相比于在性能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，我觉得在体积、重量和外观上另辟蹊径难度更低一些，潜在的受众或许会更多一些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，不妨来个一键3连支持我们。如果你想每天都和我一起互动，可以关注比划评测室的官方微信公众号，我每天都会在里面点评一款电脑。这台电脑或许良心，或许坑爹，但我们的目的就只有一个：交流买本心得，帮助电脑小白。这里是比划评测室，我是猪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